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项目组空降了一位总部来的领导，众人纷纷备好礼，跟他打好关系。只有我两手空空，一心想着如何拿下子公司老总惦记的那个项目。谁知领导觉得我落他面子，直接让我走人。我冷笑一声，官威甚大，谁还没有个马甲了不是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还在跟甲方洽谈项目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宁宁发来的消息：阿里，我刚听人事部那边说你要被裁了。我眉头一跳，有些惊讶，趁甲方喝水的功夫敲下几个字：怎么回事？随即把手机放在一旁，继续跟甲方砍价。等我再次打开手机，宁宁已经轰炸了我10几条长文消息。刚来的那个领导祝云飞你知道吧？他说公司近几年收益不好，为缩减成本，要从项目部裁员。项目部一听，直接炸了。谁不知道这几年公司没倒，全靠你们谈合作做支撑。他不去裁其他几个尸位素餐的，居然想裁项目部，是脑子进水了吗？你们部门那个肖哥不是性子很暴吗？听到消息立马带人闹去了祝云飞办公室。你猜怎么着？出来后肖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让大家投票选出一个人推出来被裁。我以为会选你们部门业绩最差的，结果他们投出来的结果是要把你给裁了。还是肖哥带头投的，说你天天上班睡觉刷视频吃零食，一点纪律都没有，还经常迟到早退，不把公司制度放眼里。我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平时看他跟你不是关系挺好的吗？他做不下来的项目都是你在帮他，怎么还玩背刺这一套？我一眼看下来，心里有了谱。我跟肖哥以前关系是挺好的，好到项目部只我一名女性，剩下10几名男性里，我只跟他称兄道弟。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总是谦虚着请教。我比他会谈合作，会在外帮衬他。子公司老大谭总吩咐任务下来，他完不成的，我帮他抗压力，而他勤勤恳恳，踏踏实实，经常帮我处理一下办公室的琐事。偶尔在办公室犯困或者无聊了刷个视频，都是他在帮我打掩护。直到3个月前，谭总突然说项目部一直是我和肖哥带头，名分上却没个主心骨，得选个组长出来。公司上下瞬间分成了2派，一派觉得我谈的项目最多，该当这个组长，另一派觉得我是女性，天天抛头露面在外，也不知是怎么谈来的项目，不如肖哥在后方稳住全局。双方争执不下，组长的位置便暂且搁置。我无意去争组长的位置，可肖哥不知为何，从那之后对我有了几分说不出来的淡漠和疏离。他依旧会为我上班时间睡觉、刷视频打掩护，还会见面打招呼，但以往要谈什么项目，他总会先跟我聊聊策略。现在他却习惯一人独行，不会再请教我任何关于项目上的问题。刚好我最近在忙谭总新看中的一个项目，忽略了这些细节，经宁宁一提起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肖哥想当那个组长。他不会觉得趁机把我弄走，他就是组长了吧？可我要是走了，这项目组还能不能保得住，都是个问题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几年我给公司谈了不少项目做，利润都还不错，怎么可能会缩减成本缩到人力头上来了？公司上下100来号人，还只裁了我。等我回到公司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刚来的领导祝云飞直接把我逮个正着，看了看手表，板着脸道：现在11点了，
迟到了3个小时，你怎么不晚一点再来？直接可以吃中午饭了。他说话的语速快，像机关枪一样，听得我脑仁儿突突反抗，反应过来才道：我上午谈项目去了。他立马冷笑出声：没有上班打卡记录，谁知道你是谈项目还是睡过头了？说着扭头问其他员工：你们知道他上午谈项目去了吗？其他员工纷纷摇头，只有宁宁小声道：那个祝总，安黎经常外出洽谈项目，来不及上班打卡的话都是事后补上。这事儿谭总之前跟大伙儿说过。在祝云飞的审视下，宁宁的声音慢慢小了下去。我扯开嘴角笑道：我外出一向会跟谭总报备，祝总若是认为我上班迟到，可以跟谭总核实。说完拎着电脑包去我的工位，谁知祝云飞手上的文件一砸，沉声道：我看公司这股不良风气就是被谭总惯出来的，这事我会如实向总部反映。公司从不搞特殊这一套，制度里怎么写的就怎么考核。那些经常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睡觉吃零食的，该辞退的辞退，不然要你们人事来干什么吃的？说完，他踩着高跟鞋，怒气冲冲离开。离开之前还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我不明所以，扯着宁宁小声问道：我怎么感觉他在针对我？宁宁一脸惊悚：你怎么现在才察觉？我一梗：倒也不是现在才察觉，祝云飞刚到我们公司的时候，我忙着跟甲方联系，很少跟他打交道。还是宁宁突然发消息说祝云飞裁员才到了我们项目部头上，公司上下少说100来号人，却只裁我一个，隐隐觉得有些蹊跷。直到刚刚碰面，我很肯定他就是在针对我，可我细想，实在想不出哪里招惹了他。宁宁见我困惑，皱紧了眉头，犹豫道：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。你说，你还记得他刚刚来我们公司那会儿吗？我想了想，当然记得，因他是总部来的领导，还有某高层领导亲属的特殊身份。我们子公司的人为了不给总部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早早备好了见面礼，还给祝云飞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只有我一心想着怎么以相对厚道的价格拿下谭总盯了很久的项目，没有备礼，也没有钱去欢迎他，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吧？我有些不能理解，公司上下那么多人，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，哪都有时间去迎接他。宁宁丧着脸小声吐槽，他来了半个月，跟送礼送得多的那几个马屁精说话可和蔼了，也就对你这么严格。我感觉就是因为你没送礼，被他盯上了。我轻嗤一声，不以为意。他虽是总部来的领导，可子公司老大还是谭总，轮不到他做主。不然刚刚见面，不是说我迟到，而是该把裁员通知扔我脸上了。可宁宁却说，本来是要让人事走流程，结果你年薪高，赔偿下来少说要20来万，公司不想赔。我也不知是因为赔偿金太高，祝云飞没裁我，还是因为谭总一力保下了我。刚去人事那边补完考勤，手机便传来震动，打开一看，是谭总发来的消息：小安呀，祝总是总部来的，我不好跟他对上，你呀有啥问题别跟他硬碰硬，私下跟我说，等我出完差了回来调节。我跟谭总是先城的朋友，在城的上下属，我和他都喜欢打羽毛球，球场上见几次面，自然而然聊熟了。刚好他公司缺人，看我行事有分寸，说话有尺度，觉得是个可塑之才，就把我招了进来。而他看我来公司拿项目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也十分器重我。
不过半年，给我涨薪到了年30万左右。与薪资匹配的自然是我的业务能力。我在子公司待了7、8年，毫不客气地说，没有总部大力扶持，子公司能支撑到现在有80%靠项目部，而项目部能拿下那么多项目，有90%都是我跟甲方谈的，其他员工只道我运气好，拿下的项目都有赚头，也道我生了一张好嘴，能把甲方忽悠得团团转，却不知我自小便眼光毒辣，能挑中好的合作方。大2那年，更是凭借出众的口才和百密无疏的策划方案，获得甲方认可与青睐，为舅舅公司谈下一个省级科研项目。我还没打字回复，谭总又发过来条消息，这段时间可能要委屈你了，小安，你也趁这个机会拿下江北片区那个项目，给祝总好好瞧瞧。他说的那个江北片区项目是国家支持政策下行的工程类大项目，要是能谈成，公司可以什么都不用做，扒着这个项目就能养活100来号人好几年。我知道谭总做梦都想拿下这个项目，半个月前听到他的口风，便着手收集资料，与对方磋商洽谈。今儿早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只差砍一砍价格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对谭总说的话不太喜欢。我这人吧，脾气不太好，可受不得什么委屈，但我也没反驳，回了谭总一个好的表情包。谁知注意力在手机上，没看路，差点跟人撞上。抬头一看，是与肖哥走得最近的平头哥。你怎么来了？平头哥有些惊讶。我轻嗤一声，我不该来。说完准备推门进办公室，想起什么又顿住脚步，扭头看向平头哥，你为什么从我办公室出来？平头哥讪讪一笑，祝总说您不回来了，上午又没见您来办公室，我们以为……动作挺快，我只是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不在办公室，我就被人给端了。我一把推开门，肖哥不在办公室，但他的东西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，而我的东西我巡视半圈没看到，正要出门找，便见人事那边捧着个大箱子跑过来，要不你们跟祝总商量一下，还是把我裁了。我算了下，20来万的赔偿金，公司还是能拿出来的。我双手抱胸，冷笑道。人事脸皮一僵，连忙打起圆场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祝总刚来，不太清楚您的工作。我耷拉着眉眼，不置可否。祝云飞不清楚我的工作，人事跟我一个办公室的，还能不清楚？恐怕也是觉得我拿着比他们高出好几倍的薪资，却可以天天上班摸鱼，心里面不甘心吧？但不甘心又能怎么办呢？要不他们替我通信24小时无间断，凌晨3点接听甲方的电话，或者在6个小时内抢机票飞去另外一个城市面谈合作。我故作为难地看了一眼办公室，可是这间办公室已经是肖哥的了。你们不裁了我，难道想让我居家线上办公？人事抱着箱子的手一抖，肖哥一向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，要不等他回来了再搬。您先去他之前的办公室坐一坐。因着我和肖哥都是项目组的主心骨，谭总给我们2人各自分配了办公室。为了照顾我刚做完手术的眼睛，肖哥曾主动把光线好的这间留给了我。可现在这办公室本来就是小安的，赶紧把我的东西都搬回去。就在我和人事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响起肖哥的声音。他走上前，还是那副平易近人的邻家哥哥模样，摸了摸后脑勺，显得他有些憨厚。也不知道是谁擅作主张把我东西挪了过来。小安，你别往心里去，
我扯了扯嘴角，主打一个皮笑肉不笑。他一向不喜欢旁人动他的东西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他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自己飞来我的办公室？要不是宁宁跟我说肖哥背后落井下石，想趁机把我裁掉，又迫不及待占了我的办公室，他这番话我还真会信。听到肖哥发话，人事连忙找项目部一起把肖哥的东西都搬回了他原来的办公室。趁着这空隙，肖哥问我江北片区的那个项目谈得怎么样了？我看谭总挺重视的。我把东西放回原位，不以为意笑道：问题不大，肖哥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手头上的项目吧。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能力，拿下组长的位置，他不再找我商量策略。可怎么说呢？有的人确实不适合谈项目，我几天能拿下来的小项目，他却跟对方僵持了半个多月还没拿下，却不想打脸来的那么快。我刚说肖哥不适合谈合作，没多久他就签下了江北片区项目。甲方跟我说，有人以每年低我1000万的价格揽下江北片区项目。我有些震惊，我测算的价格已经很低了，再低下去的话容易得不偿失，更何况是每年低我1000万的价格。我以为甲方是在跟我打擂台戏，想让我妥协，直到看到项目被撤下公告栏，才反应过来，原来真的有冤大头愿意以倒贴的方式拿下这个项目。可当我看清那个冤大头是谁时，顿时傻了眼。是我们公司江北片区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对接，因为价格没谈拢，卡了1周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还能被公司其他人给签了去。我连忙发消息给宁宁，打听是怎么回事。没一会儿，宁宁回我道：江北片区这个项目啊，是肖哥拿下的，这会儿整个项目部的同事都在外面替他庆祝呢。阿离，你是项目部领头的，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不知道。不过这个项目之前不是你在负责吗？怎么是肖哥拿下的呀？我没心思回他，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，敢以那么低的价格拿下这个项目，肖哥就不怕把整个公司连同他自己都搭进去？我连忙打电话给谭总和肖哥，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，无奈之下只能跑去项目部聚餐的地方，喊肖哥别急着签合同。项目部里都是些男同事，跟肖哥关系好，一听我这话，以为我要抢肖哥的功劳，让我把心放宽，还说之前我能谈下那么多项目，都是因为肖哥在后方给我坐镇，别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而知道真相的肖哥没有反驳他们的吹捧，只默默坐在一角，让那些兄弟伙维护他维护的差不多了，才站起身看向我。我知道小安你能力出众，这些年公司的发展也多靠你，可江北片区项目的价格，我是先跟祝总商量好后才谈下来的。我顿时气笑了，祝总一个总部来的领导，只会纸上谈兵，哪里懂什么成本测算？江北片区项目的合同要是按照他这个价格签，后面就等着破产清算吧。我也顾不上什么礼仪，深吸了一口气道：没有谭总的指示，这个合同谁都不许签。肖哥没想到我这么不给他面子，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我没心情搭理他，话一说完转身就走。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联系上谭总，不然有那个祝云飞在，下一刻把合同签了都有可能。可我没想到，好不容易联系上谭总，谭总却说既然是祝总同意的，那就签嘛。又道：小安，你别太死心眼，多给小肖一些机会嘛。这么些年你压着小肖，人家心里面也不舒坦。
得，就我舒坦行了吧？我这一舒坦，可就舒坦过头了。肖哥跟甲方签下合同，大刀阔斧开始动工，而我因为长时间看电脑，眼睛疼得旧病复发，再次动了次手术，情况紧急，没来得及递交请假条，只在微信上面跟祝云飞说了一声。等我回到公司，祝云飞却以流程不符合规定，驳回了我的请假请求，并以旷工超过7天为由开除我。我跑去祝云飞办公室，耐着脾气笑道：“宁宁帮我交了请假条，是祝总您没看到吗？”祝云飞十分淡定，推了推他的金丝框眼镜：“请假需要本人亲自走流程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”哦，所以他看公司规定只看一半，他不看特殊情况那一栏吗？所以他事发突然躺在医院里，也能来公司递交请假条吗？我懒得跟他扯犊子，直接道：“要不祝总您去找一下法务部，咱俩直接打官司吧，看看您能不能以此为由1分不给的辞退我。”他处处挑我刺，不就是想把我撵走吗？还想1分不给的撵我走？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事情呢？我话音一落，祝云飞脸色微变，他自然是知道以此为旷工的理由辞退我是不合理的，他只是想诈我，万一我不知道劳动法，是个好忽悠的呢。可惜他诈错了人。第2天我不仅没走人，还卡点上班打卡，到点准时下班，让他挑不出一点我出勤上的问题。起先他还想恶心一下我，不是说我办公室太乱，不像人带的，就是说我化妆上班，心思不正，或者说我靠谭总的关系上位。公司里慢慢有了流言蜚语，有人看我的目光瞬间不对位了起来。毕竟我确实是谭总招进来的，也是谭总一手提拔起来的。宁宁发消息给我打抱不平：“阿里，你听到公司那些流言了吗？说你是爬上了谭总的床才进的公司，传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。”我不以为意，随手回道：“谭总一个有家室的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谭总出差这些时日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分明是惹不起这位总部来的领导，特意找了个借口离开。当初球场认识，觉得他是个厚道之人，才会选择进他的公司。既然人心易变，我也不用急着解释，何况在有心人的眼里，解释就是掩饰，不去辩驳，反而溅不起水花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，这些流言散了。祝云飞在我身上挑不出什么大错，挑小错又恶心不到我，慢慢的跟着消停了下去。直到半个月后，突然收到舅舅消息，外婆病危，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向公司请假，祝云飞却说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有些头疼脑热很正常，哪里需要你特地飞回去。我皱紧了眉，忍住一巴掌扇到他脸上的冲动。不是小病小痛，是下了病危通知。他眉头一挑：病危通知啊？那等你外婆走了，你请丧假我肯定会批。啊，安里你发什么疯？他一边扯纸巾擦拭脸上的茶水，一边恶狠狠瞪着我，尖细的声音瞬间穿破了公司上下2层楼。我慢悠悠放下茶杯，有些可惜水已经凉了。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，跟外婆十分亲近，即便是这么些年在外工作，也时常视频联系，自然听不得有人咒他去世。祝总说话有些臭，我替您洗洗嘴巴呢。他一噎，指着我怒不可遏：安里你竟敢，我就泼你了，你能拿我怎样？开了我一步一步走近他，笑弯了眼：那你开啊，左右公司已经被你和肖哥玩完了，我跑还来不及呢。
这份工作本身对我而言并不算什么好工作。当初来公司仅仅因为谭总3番2次邀请，有些盛情难却，后来只是单纯想膈应一下祝云飞，才没走。如今公司差不多要被祝云飞和肖哥搞垮，我已经没有理由在这里装什么爱岗敬业的好员工。我无视祝云飞含妈量极高的词汇，优雅地鞠了一躬，转身去人事那边办离职手续。一听我要走了，办公室里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大多数都是来看笑话的，只有宁宁瞬间红了眼。我有些舍不得你，子公司上下100来号人，我一向只跟肖哥和宁宁关系好些，后来肖哥跟我走远了，也就宁宁一个是真正关心我的。我想了想，掏出包里纸笔，写了个联系方式给他。待在这个公司不是长久之计，日后若有需要，打这个电话试试。人事部的脸抽了抽，哪有当他们面劝离职的？而肖哥站在一旁，满脸复杂地看着我。小安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必能再择良木而栖。只是你一向我行我素惯了，不懂逢迎，以后在职场上还需收敛一下。我签下保密协议，闻言不以为意道：能和我者方为同道之人，不和我者也无需谄媚逢迎。顿了顿又道：希望肖哥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才怪嘞。祝云飞一来，他就一改憨厚直爽秉性，事事以祝云飞为中心。如今江北片区项目动工，已经无法逆转局势，那就等大半年后再看看，他自以为攀上的关系会给他带来什么下场吧。离职手续办理完后，我立马收拾了行李，订了机票去见了我外婆最后一面，还跟舅舅舅妈一起处理了他的后事。一切事毕，已经是2个月后，舅舅舅妈和我3个人难得能聚齐，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舅妈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肥瘦相间的肉，小心翼翼说道：要不是你外婆病危，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跟我们不相往来了？当年是舅舅说话口无遮拦，伤了你的心，舅舅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。舅舅连忙说道。我眼眶忍不住一红，没有，是我太任性，让舅舅和舅妈操心了。舅舅和舅妈一辈子无儿无女，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，见我要哭了，连忙抱着我宽慰：别哭别哭，你爸妈要是看到了，可不得从棺材里跳出来找我们俩算账嘞。我破涕为笑，抱紧了他们。当初年少轻狂，为舅舅拿下省级科研项目，我不把舅舅公司里的那几位老干部放在眼里，被舅舅好好教育了一顿，自尊受挫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。如今想来，真是幼稚。等我好不容易把鼻涕眼泪抹干净，舅舅又小心翼翼道：现在心结解开了，阿离不会还想着出去给别人干苦力撒。我可是听说阿离这些年给那个什么智创公司拿下不少项目，有几个好项目还是从舅舅这边硬生生抢过去的。我讪讪一笑，连忙给他捏肩捶腿。抢舅舅子公司的项目，那纯属是个意外。也不纯属是意外，毕竟那会儿我正跟舅舅闹脾气，把项目抢了过去，专门气他。不过现在，舅舅你且等着，再过不久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没让我等太久，大概过了小半年，我突然接到了谭总的电话。他说肖哥负责的江北片区项目出现了大问题，让我回去主持大局。我看着落地窗外灯光霓虹，晃了晃杯中澄澈的红酒，轻笑道：谭总您是不是忘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智创的员工了，而且当初是祝总同意签的合同，
现在出了问题，应该找祝总才是呀。当初我到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，公司员工围了一圈看热闹，我不信谭总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惯来老练，只是怕得罪总部来的领导罢了。谭总语气瞬间软了几分。小安啊，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意见，可江北片区项目一开始是你着手对接，现在因为原材料问题，项目被迫终止，要跟甲方付1000万违约金。那违约金一时半会拿不出来，你一向跟甲方关系好。我一把打断他，漫不经心道：既然是祝总同意签的合同，那就让祝总去解决呗。他不是总部来的领导吗？子公司解决不了，求助总部，总能解决得了的。况且我离职后，把甲方联系方式全部删了，甲方如今还记不记得有我这个人都难说呢。小安，不好意思啊，谭总，我这边现在有点忙，晚点再跟您联系。说完，我一把挂了电话，而后点开微信，给宁宁发了几条信息。离职以后，原公司同事是我如蛇蝎，也只有宁宁会跟我联系，所以打听一些事，找宁宁比较方便。没一会儿，我才知道原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肖哥做江北片区的工程项目，一开始还好好的，后来为了缩减成本，通过其他渠道用了劣质材料，结果一场大雨冲垮了建到小半的工程。甲方发现工程材料劣质，起诉智创赔付1000万违约金。以智创那些年的积累，100万都未必能拿出来，更别提1000万了。求到总部，也要总部大出一口血，总部自然不可能吃这个亏，把责任推到了祝云飞身上。祝云飞又把责任推到了谭总和肖哥身上。谭总和肖哥不是傻的，跟祝云飞互咬了起来。祝云飞本就是空降领导，总部不给他撑腰，谭总和肖哥也不给他面子，直接把他起诉到了法庭上，要他赔偿公司损失。戏码可谓一波三折，精彩得很。然而1000万违约金，那是祝云飞能赔得起的，谭总也等不起他那微末赔付。想起我跟甲方关系要好，想让我出面去谈谈违约金数额，可惜当初我可是提醒了他们的，是他们把我的话当成了耳边风，甚至无视。合同也是白纸黑字，写得明明白白。我是傻了才会去当这个出头鸟，我也不会以德报怨，只会隔岸观火，看着谭总他们自食其果。没多久，似乎走投无路，谭总居然起了让员工们抵押住房、车子或者贷款的心思，以攒出一笔资金让公司渡过难关。宁宁忍不住给我发消息吐槽，自从我离开后，公司发展越来越糟糕，现在居然还要他们去担风险。要是公司渡过难关，房子车子都能还他们的还好说，要是渡不过难关，上下100来号人带着家庭跟着一起喝西北风。谭总这一决定无疑是捅了马蜂窝，引起员工们的极大不满。我看形势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拨通了舅舅的电话，笑道：舅舅，您之前不是一直想在江北那边开个子公司吗？我帮您收购一个。电话那头传来舅舅开怀大笑的声音。要多少钱？阿里你说。我弯了眉眼，既然是送给舅舅的礼物，自然是分文不要的。用这些年他们给我的零花钱已经足够了。舅舅是某全国50强企业的老总，我自小在他身边长大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商战浅懂那么几分。早在我离开智创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怎么把他收入囊中。一方面，舅舅看好江北这边的发展，一直想在这边开个子公司；
另一方面，我给智创谈了那么多项目，不收回来，有些心有不甘。本以为收购智创最大的阻力是智创总部那边，哪想肖哥会犯那么大的糊涂，直接让智创背上了1000万的违约金。这数额对于智创来说，破产清算都不够。对于总部来说，智创瞬间成了迫不及待要扔出去的烫手山芋。是以跟总部谈价格收购智创股份并非难事。去智创交接已是1个多月后了，江北片区项目完全搁置了下来，甲方还在起诉智创赔付违约金，谭总肖哥也还在跟祝云飞打官司。可一听说有人收购了智创股份，愿意给他们收拾这个烂摊子，谭总和肖哥立马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大清早带着公司剩下为数不多的员工们站在大门口翘首以盼。站在最前面一排人的手里还拉了长长的横幅，比当初祝云飞来公司那天的仪式感还要隆重。我看到那阵仗的时候吓了一跳，谭总和肖哥也吓了一跳。回过神，谭总神色一松，逆着我有些漫不经心：小安怎么在这？是听说有大公司收购了咱们智创，想回来继续工作。我张了张口，还没说话，谭总又道：可人家大公司有的是规矩，当初我能把你招进智创是因我是智创说得上话的人，现在我可就说不上话了。你要是想回来继续干，恐怕还得看人家大公司要不要你。在我记忆中，谭总是个比较仁厚的老头，说话总是不紧不慢，有自己的节奏，让人听起来比较舒服。可现在他说话阴阳怪气的，看向我的目光也不那么友善，想来是上次挂掉他的电话，落了他的面子，让他心怀芥蒂罢了。我轻笑一声，取出腋下夹着的文件袋，不好意思啊，谭总，今儿个我是代表九州公司过来做交接的，不是过来找工作的，让您失望了。我话一出，四周顿时静了下来。过了大半会儿，他们反应过来我说了什么，纷纷瞪大了眼睛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九州公司派来做交接的？九州公司那可是上了全国50强排名榜的啊！九州老总身价过100亿，兜里随便调出来的表都能抵得上一个智创。他们也是听说九州收购了智创，才会大早上激动地拉起横幅，热烈欢迎九州领导的到来。谁曾想来的是我。安里，智创曾经想尽法子逼走的员工。肖哥有些不信，勉强扯开唇角：小安，这事儿开不得玩笑，你才离开智创半年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成了九州领导？我晃了晃手里的文件袋，闻言轻笑道：肖哥，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。我在给九州谈项目的时候，你或许才刚刚步入社会，或者还在念书呢。肖哥只比我大2、3岁，而我16岁的时候就已经跟着舅舅接触了九州不少大小事务，也谈成了不少小型项目。大2那场省级科研项目只是我的成名战罢了。肖哥脸色微变，和谭总一起沉默了。我懒得跟他们解释那么多，直接让他们带我去走交接流程。智创的烂摊子我们接了，员工去留自然跟智创一起，可名单拉了老长串，我却没看见宁宁的名字。一问才知，宁宁不堪谭总压榨，半个月前提交辞职报告走了，走的不止他一人，少说10来个。在智创，我只跟他玩得好，便也只打了他的电话，让他回来。啊，回智创？可是我刚辞职。宁宁有些犹豫，智创现在已经属于九州名下，你要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不如回来试试做我的助理，
以后没人敢找你麻烦。我笑了笑道：“助理。”宁宁一愣，反应过来，差点尖叫出声：“你现在在九州工作？啊，我回来，我回来。阿离，你可一定要把位置给我留着。”我轻笑着应了一声，挂掉电话，而后继续安排公司其他原班人马。愿意留下来继续干的，自然可以留下；不想干了的，也可以拿到一笔补偿金离开。到最后，只剩下谭总和肖哥没有去处。那你们啊？谭总的话，年纪大了，该退休了。至于肖哥，能力平平，孤傲自负，胜任不了九州的岗位，还是另谋高就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祝总。听说他这段时间生病了，也不知道严不严重。谭总和肖哥可要好好关心一下，毕竟那1000万的违约金可是他同意签的字，公司不会就这样算了的。谭总和肖哥脸色一个比一个沉，我却笑弯了眼。当初不是还把人家捧得挺好的吗？怎么现在谈之色变了呢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